嗨啦，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你知道全台湾、全世界有摩托车的地方就会有安全帽。那你知道全世界生产量最大、外销最多的地方的工厂，你知道在哪边吗？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印度。来到印度，怎么能少了我这个与速度共存的男人呢？刘备。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开这个工厂吗？因为这个工厂它是从设计到模具制作，到一路射出，连最后的彩绘，全部都从头到尾一条龙的工厂。全世界生产量出口最大的工厂就在这里。第一名，基本上是你在国外买到的美国品牌的，跟日本的，还有日本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厂里面制造出来的，全部都在这里代工。没错，原料制成都一样，价格差很多。我跟你讲，很多人在做安全帽，但是你安全帽你要做到实验室检验可以过，能够过欧盟的测试，这个是就很难。而且很多人都觉得会做安全帽的人，他就能够做出安全的安全帽，但是很多人连戴安全帽的人，他都不会戴安全帽。不是啊，戴安全帽有什么难的？戴安全帽更难，更难。我看你们那攻击我其他鞋，我懂。那怎样？戴安全帽，戴。不是就这样吗？这样就把它掰开啊，这样子然后塞进去啊。我跟你讲，不会戴安全帽。你这种人就是不会戴安全帽，然后去安全帽的店里面想要买安全帽的时候，跟他说：“你有没有贵一点的安全帽？”然后店员看到你这个手势，就说：“干，你就是不会戴安全帽的 gay 啊！”你知道安全帽，尤其是全罩式安全帽，它是有几个结构体去讲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拍的这一集，我建议政府可以纳入国民的义务教育里面。有这么重要？我们从安全帽的制造跟安全帽怎么戴，到最后你到底应该怎么样选你的安全帽，你的头才是安全的。这一集就从头到尾，从制成到操作，拍几给大家看。所以当刘备你把两只手这样在里面这样子掰开的时候，其实你的外壳跟你里面的保丽龙，还有你的整个结构，它基本上就是已经变形。当结构整个变形的时候呢，你的冲击效应跟你保护头的能力就没这么好，就下降了。而且你知道安全帽其实它是会过期的，会过期，安全帽会过期。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长久的东西，没有不会变质的东西，除了爱情之外。所以一个正确的安全帽应该怎么戴呢？首先你要比出你的 OK 手势，拉出你的小带带，小带带拉开之后，用3根手指头撑住你的外面，这个时候往外掰开，往外掰开之后把安全帽戴上去。麻烦帽子帮我拿下来，好，这样子戴下去，扣起来，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子，拿下来的时候也是用3根手指扶外面，大拇指跟食指撑开来，这样子戴。因为你这样子的做法呢，才不会破坏到你安全帽里面的结构。那你知道安全帽也不是价钱越贵就越好。那不然怎样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一集 ？Let's go。首先你在买安全帽的时候，你要先搞懂安全帽有6种形式，哪6种呢？竞速、长途、复合、复古、小孩、越野。反过来呢？越野、小孩、复合、复古、长途、竞速。他讲对吧？我是没来听的。所以在选安全帽的时候，首先你要先搞懂你要骑什么，再来选安全帽。所以是用用途区分。没错，那每个用途之后呢，它就有不一样的模具。所以在我们后面这个长长的一排，从这个的模具一路走到这边，全部都是不同的安全帽的模具。除了不同的安全帽它有不同的模具之外，另外一个安全帽最大的开发成本，你知道什么吗？帽型、尺寸。除了帽型之外，就是尺寸。尺寸嘛，很好，你完全强调到我刚刚讲错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一样是竞速型的安全帽，当你的尺寸越多种的时候，你的成本就会越多，因为每个都要一个模具。假设你没有那么多模具的时候，你就有单毛体，你那个头就很小啊。对，那怎么办？很多人就会用塞海绵的方式去做。这样好吗？我不好意思说，有些话不能多说。而且这个模具呢，你还会看到台湾人的模具在这里哦。台湾人的模具在这里，对，因为很多他从世界各地，有些人是把模具自己做好，然后在这边射出，射出完之后，然后再寄到不同的国家，再自己组装。那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外壳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虾寸，虾寸。这一个安全帽的射出体，看起来天线，这就是柱口注进去的地方这样子就是一个安全帽的外壳。那怎么样做出这个安全帽的造型呢？因为我今天讲了，就是说这间工厂他们是从设计到模具到制作到最后喷涂，全部都是一条龙。那我们就带大家看怎么样做出这个的模具 CNC。接下来我们来进到安全帽的本质。你知道安全帽的本质是什么吗？当然是帅啊，当然是安全。但是如果你要做出一个安全的安全帽，那你从开始的设计到整个模具的制成，它就非常的重要，甚至你的切口在哪边，它都是非常讲究的。
那像我同学就买一个2万多块日本的竞速型安全帽，是，但他骑近战。哦，那其实就真的没必要了。因为你知道，在竞速型的安全帽，对它的设计，它里面最重要的地方是你后面的导流，而且在骑竞速类的摩托车，然后那整个人他是整个趴在下面去的，所以他的抬头的视角，它其实是比较偏往上，所以他的很多动作呢，就是在你的时速要到200多的时候，你在头在摆动的时候，在你头在看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整个人会这样转过去。对对对，你的安全帽的设计，它能够控制你的风压，让你在旋转的时候，然后能够非常的舒适，又能够快速的看清楚你的对手。所以你看到 MotoGP，你都会觉得它安全帽好像没戴好，但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他们竞速型的安全帽设计的视角，就是跟一般的安全帽视角是不一样的。安宇同学基本上骑近战，不可能骑到200。难怪他路常出车祸，因为他根本看不到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拜码头，我们的厂长Satish。等一下，不是这样。 My name is Satish Dev Sanduja. I oversee operation activities in the organization. I ensure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cost-effective processes in the organization. I am ensuring product quality, delivery, and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standards. Now we are in tool room. In this area, we do manufacturing of various molds, which is required for shell molding and the visor molding. And beside that, we do manufacturing of the molds, which are required for the child parts, which are fitted on the various helmets. 各位，你们现在知道我们拍片哦，到世界各地，有时候我们要迅速了解这个不一样的语言跟不同的文化，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在前面他们射出的模具，有没有觉得这个很眼熟？你看这个后面非常精致的 Molly 的感觉，好看。ENG Molly， 他们就在这个厂内，然后自己直接切削出模具，然后最后进到射出。除了外壳之外，整个镜片也都是在这边制作。 面镜就是这样射出来的。大家有看过这个机器吗？威猛巴顿，你知道这个牌子是德国的威猛巴顿，很多世界大厂跟很多你玩的玩具，还有那个很多大人小朋友都喜欢玩，可以把它叠在一起，有那个小人偶，有很多故事的那个东西，都是用这个机器射出来的。而我刚好跟台湾的总经理蛮熟的，找机会我来找他到我们那个超认真无限的频道 Podcast 来跟他聊一下他是怎么样射出的，他超会射哦。 超会射，他超会射，台湾最会射的男人。那你知道安全帽的本质是什么吗？安全啊！镜片在射出完之后呢，它会进到清洁的产线，经过了几道的清洁之后呢，然后它会把它放到一个看起来像浊浊的液体，那其实这个液体呢是疏离控，而这个疏离控呢，它如果能够做到2层，那它以后的耐冲击跟它的弹性就会更好。除了一般的透明镜片的做法之外呢，你的镜片外面也可以去做很多涂层，你要镀金的啊，镀银的啊，都可以用这样子的炉子去完成，但是一次的产量非常少就是了。 这边刚好可以给大家看到完整的安全帽整个合起来的模具，他们还是有一些要修饰或者是焊接整修都在这个地方。We have highly skilled manpower. They are adept in doing polishing, matching, and assembly of the mold. 我们要让副总多一点画面，然后这样子副总才会把一些平常不会给外面的人看的东西拿到我们拍。很多有时候我们去拍一些台湾的工厂跟公司，大家会很忌讳拍到这个东西，但在这边这个最大的安全帽工厂没事，所以副总的很棒很重要。在刚刚的翻译情报，尽量翻译成副总的好话。OK。不过大家你知道来到印度公司，你看墙上的这个很酷，我们要入境随俗，你要让副总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神明。 He is our god of craftsmanship and architecture. We do worship of him to ensure good health of the organization. 印度工具之神，差不多，快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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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知道另外一个在安全帽世界的业界秘密，就是其实配件非常的好赚，包含了就是安全帽的面镜。那安全帽的面镜又有分很多好的跟很多不好。那它在模具制作的时候，你大概也能够看出这个好跟不好的差异。It is a Japanese material to manufacture the visor mold, and we do n numbers of polishing onto this mold to achieve the vision clarity. 但就算是印度的副总，你可能也不会这么相信。但是要怎么样，它能够卖到全世界？它一个月可以卖到100多万的量，然后一整年可以卖到1400多万的数量的安全帽。最重要就是在他们这个厂里面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实验室。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跟你讲，刚刚已经是放慢动作了。
我根本就看不到到底发生什么事。刚刚射出来的那个小钢珠时速，按照换算的话，大概是216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骑摩托车骑在人家的后面，然后那个9条端起来的时候，用时速216射在你的面罩上，一般的面罩你就会打到，然后砰受伤，然后就干摔车。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的是要消全世界的，要消各种国家的话，我们就需要法规。法规，我们请马丁来帮我们讲解法规。OK。 Hi, how are Hi you? Martin. So here we are at the high-speed particle tester, which means that for the ECE2006 we shoot a steel little ball or bullet with 60 meters per second. For your test, we're gonna show you how that actually has an effect onto the visor. After that, if you want to play around, we can up it to 80 meters a second and even 90 meters a second, which is 300 kilometers an hour. You think it will pass the test? I hope so, but we never know. 因为很多的安全帽制作方式，它其实是没有一个规则可言，大家都乱搞，大家都只要有塑胶片就好，真的，这话可以这样讲吗？很多人都这样。干，就这样。它有射在上面去吗？小钢珠，小钢珠。我怎么感觉它 Let's open it up. So this is the little steel ball, as you can see. It's kind of like a stone, right, that can pop off the road. So you're totally safe, even with 70 meters per second. You want to try 80 meters? Yeah, Sure. let's do it. 他们做到这种规模的，射到多少会爆？说不定我骑在你前面，我会骑到时速300，然后你会把石头卷起来弄我。我肯定他妈一定射你。刚刚射了吗？射它，射完它。 We do see a little bit of a bump, but when you feel it, it's still very intact. I think for the best test, 90 meters a second, we're at 324 kilometers an hour. Try it. 90 meters a second, please. 时速320，打在刘备的脸上。什么意思？因为一天到晚都想打我。哦，射了吗？ The bullets are finished, so we have to reload the gun. 哦 OK。我想说快到啊，快到我妈看不到，连子弹都没有了。 Well, that looked much faster. You even saw the helmet a little bit. Yeah, it was shaking. And no crack or fraction whatsoever. 哇， So you're very safe behind that. 打到那个光影是有痕迹，但是你摸起来是没有。摸不到什么起伏。 Can we put the machine faster, or 90 meters a second is what the machine can take? 已经 That's the fastest. Yeah, but you say the regulations are for The 200 regulation only. is 60 meters a second, Yeah. which is 216 kilometers. We just tested it on 324. 所以安全系数至少1.5倍以上。 You know, actually, the helmets, to sell them in Europe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ve to be according to some sort of cer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DOT. In Europe, it's ECE 2006. Of course, previously we had 2005, and with the new 2006, there's many changes that actually test it more rigorously. You want to try it out? OK， All right, let's go. 那你知道其实，在台湾卖安全帽是不用过这些法规的吗？因为其实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规则，但是其实欧盟的规则基本上我是比较相信的。为什么？所以欧盟有什么比较屌欧？洲人不是欧洲人很讲究啊。其实全世界上有这个贴纸跟过这个欧盟的人，当然不止一家。对啊所以大家你在选安全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个 This specific helmet is also an ISI helmet as is being sold in India. It has triple This certification. actually has a triple certification. Oh, You can clearly see here that it's ECE 2006 printed on the back. Yeah. But according to regulation, it should always have this type of label inside the chin strap. This is the E11 number of the European number where it's being homologated. Yeah. And then here, this is the model number of the ECE. P stands for full face in the ECE certification, and this is the production number of this specific helmet. Then we have the name Stellar S01, which is relatable to the 2006. You can scan this. Next to that, what is also important is on your visor, it also has another E11 number, which only has one number difference of the actual helmet. 所以其实每个地方你都要确认它就有有没有3个过地方就是你帽体本身，然后你的镜片跟帽扣上面的 QR code。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可能这个牌子你从来没看过，但是你如果能够上面能够达到ECE，然后是2206的，就是有通过新的标准全部都是那个标准。那这个标准要怎么测呢？它上面有印嘛，所以它应该是安全的吧？对啊，绝对会过的。等下没过我们就印度摇。Ready？
没叫就是过了，因为它安全帽里面有一个人头，对啊然后那个人头是金属的，对所以它如果上下通电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这个声音。好，这样子就是你的头被插到所以它只要碰到一点点就会叫。对，就表示插到你的头了。如果你要打 DOT 的话，你就会在上面随便挑2个位置，然后给你打2个点。对它打2个点，它如果机器叫的话，就没通过。对。但是你不要以为上面印的 DOT 它就是有通过，因为 DOT 它其实在国际上的标准叫做自我审核。你觉得有，就觉得我过了，所以你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它就有测到你上面虽然是印的 DOT， 但是打过去机器还是叫。所以以防万一，这个厂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们做的安全帽，他测了18个点全部打过去。所以 DOT 他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地球的标准。但如果他今天后面写的是这个 ECE 的话，他要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规格又是另外一个，因为你才能够销到欧洲嘛，就是才能够做欧盟。所以有 ECE 就超贵吗？照正常来说，如果你在外面买安全帽，你有贴到 ECE 的，其实价钱就比较高，因为你撞的东西不一样嘛。对。所以像这么高级的安全帽，这个大概台币3000多块。啊，才3000？小个口味。其实世界上很多的安全帽都是像卫星工厂，就是这样发来发去啊。他们自己第一个，当然当地的人工比较便宜，然后第二个，他们整个厂大到就是实验室都自己的，所以他们的整个生产又是自己一条龙做，他就真的可以帮你弄到3000多块一点，而且还通过ECE。想说给很多不管在台湾制造安全帽的人，就是可以学一下，或者是也让大家知道说，你的安全帽后面的每一个标志，它其实是各自真的有代表它真正的含义在。那一个安全的安全帽ECE要测什么呢？要测这个。ECE 2206测的就是安全帽大怒神，因为是模拟，就是如果你被车撞了之后，然后飞到2层楼高，在由你的头部直接往下坠落的时候，就是关系到你会不会嗝屁。在你后面你有看到 ECE 这个标章的时候，你也可以看有05跟06这2个东西是不太一样啊，06比较好。06就是它测的点比较多啊，它是18个点里面选3个点。如果它是一个安全的安全帽的话，对，你在撞下来的时候，你在实验室所读到的数值就会不太一样。我们请这个交大的硕士还没毕业的人，然后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有论文教了？关我屁事哦，讲。好，反正就是它刚从3公尺的地方掉下来嘛，然后它这里的标准的话，就是它的G值不能超过275。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数值是差不多在150左右，所以是达成标准。也就是说，在275以下，你的头比较不会炸掉。这个是欧盟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安全帽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细节，通常是大家非常容易偷工减料，而且大家不会发现的东西，就是这个保丽龙。EPS 的制造非常有趣哦，就是它很像爆米花，很像爆米汤一样。它原本是一个很多细细小小的颗粒，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温度跟你要的间距，然后去改变它的密度。高密度的 EPS 呢，在低温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比较硬，然后在撞击的时候会影响它的吸收效果。低密度的呢，在过度温暖的环境呢，它会变得太软，那这样子它就没有起到它的那个抗冲击的效果。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多密度保丽龙的一个构造。你可以把你的安全帽拆开，然后把里面的保丽龙抽出来，再把它切开，看它里面的泡泡的那个大小是不是不一样的。当如果是不一样的时候，那就是多密度的。如果它全部都是一样，或者是有一些是拿那个海鲜有没有送的那个保丽龙的那种东西，它放在里面，那基本上它后面应该什么贴纸都没有贴，什么标志都没有放。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安全帽，你到一个年限的时候，你就要换掉，因为安全帽有保存期限，是因为保丽龙。对，但是爱情没有，爱情没有保存期限。就像我跟你的爱情，因为我被安全帽打过，我这是欧盟通过的。其实我们今天拍的这一集，除了想要让很多不一样的厂商学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希望，不管台湾是做外送的啊，还是你每天要戴安全帽通勤的人，然后你都可以知道你买的安全帽它到底是安不安全。那你知道当今天不小心发生车祸或是雷惨的时候，你会怎样？你知道吗？我会飞起来吧？不是，是这样子。来，剪刀手布，剪刀石头布。好，我赢了。怎样？你死定了，刘备，刘备死定了，靠他的。各位艺术牺牲吗？哦，干，钱难赚。它这个还蛮耐脏的。
所以当你在选安全帽的时候，有过 ECE 的，然后他们都要经过一个这样子的测试，去确保你的头在摔车的时候的那一下会不会把你的颈椎扭爆，然后变成残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拍这个厂的原因，因为他们在前面 RD 设计的时候。他用它的外形，然后它的形状，它的打样。他们在生产之前呢，他们其实就是以一个要销往全世界为一个目标。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一年卖到1400万顶，然后销到全世界各地。因为安全帽的本质就是安全呢，干是安全。我们要进到花色的部分。水贴，在各位看到很多安全帽上面有很多缤纷色彩的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方法。有的人呢是用烤漆，有的呢是用贴纸。然后呢，再是最近就是你会看到很多颜色很丰富的东西，我们会称之为叫水贴。但水贴的做法，那个贴纸很屌哦，它是用网版印刷卷印的方式把颜色印上去的。你在上面看到一个颜色，它就是一个网版再去印刷出来。最后刷完了之后呢，利用水跟我们曾经贴过的那个隔热纸，对对对，一样的概念，然后把它贴上去。我跟你讲，这越湿越好，越湿越好。然后呢，先找那个孔子，找到那个孔洞对应的位置。然后现在握起来感觉怎样？它是像一张纸还是像塑胶？它很像一个薄薄的套子，薄薄的套子。那你觉得贴这个诀窍还有什么？要有耐心，要长得帅。那我应该很厉害。你肯定不行。有没有？就这样子，薄薄的一层。那你要问那个印度主管评分啊？印度主管可以吗 ？Is it good? You good? 可以啊，可以留在这边工作了。啊，我最后还对，还查。然后最后再用一个精油，然后把它涂过去。所以你在摸他们安全帽的时候，其实你从摸过去，你不会摸到有那个贴纸的那个痕迹。因为它贴纸很薄啊。对，但是精油层就可以盖过。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像有些人做那个喷涂的话，然后其实你一个颜色就要遮蔽胶带，然后喷过去，遮一次喷一次，遮一次喷过去，所以。你如果要买到一个花色很丰富的安全帽，它其实成本就会非常高，因为喷漆师傅的工钱就好几万。但是这一顶3000块，3000块搞定。贴纸贴完之后，就是安全帽里面的内里。它其实内里呢，你可以在后面看到很多模具，而这个模具呢，跟它这个所看到很多车间的系统，它基本上就跟很多制鞋业非常的像。它的工具啊，或者是用电脑切割的 CNC 的模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就把一些内容放在会员频道里面给我们的会员朋友们，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你可以看到很多隐藏版没有在正片里面出现的内容。这拍片很花钱的，连机器都在哭了，你不加吗？帅啊！我们拍摄的第3天，最后一站就是组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双低扣、你的面罩，还有你的各种配件，还有你的扣件，然后全部把它锁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带到最后一段 shopping 的修润。来，各位，这个世界最大的安全帽工厂，最后就是经过如此多的复杂工序之后，安全帽就这样子完成了。所以各位希望在这一集之后呢，你可以了解怎么样戴你的安全帽，或者怎么样买你的安全帽。好，这个墙面上的，大家既然难得来到贵宝地，然后一人选一顶伴手礼吗？伴手礼，难得来到这个地方，飞机飞得这么远，所以从此你就知道，不一定是价钱越高的它就越安全，或者是呢你在选安全帽的时候，你的6种不一样的种类，你要怎么样子挑选，然后最后呢，在戴安全帽的时候，你要怎么戴才不会破坏你的安全帽？还有戴起来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来麻烦请戴。我现在学会了，这样对吧 ？OK， 对 ，OK， 然后这样，好，然后这样双手，对。扣环扣上去之后呢，你的安全帽会不会晃动？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推挤你左右的2边。如果你今天头在这样子甩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手在推的时候，它会晃动，那基本上就算是再安全的安全帽，对你来说其实也不算是很安全。最后呢，就是注意在你的面罩、你的安全帽，还有你的扣环上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安全认证，这样子你的安全帽才会安全。所以今天你应该知道，就算它叫做安全帽，它也不一定安全；就算叫做太阳饼，它里面也不会有太阳；就算叫老婆饼，你的饼里面也不会有老婆。所以你要看你的安全帽上面有没有贴贴纸。那你知道太阳饼贴贴纸代表什么意思吗？它代表什么？代表特价。安全帽选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走。如果有空呢，你可以回去看我们拍世界各地的工厂开箱影片。如果你想要看我们更多的工厂影片的话，或者到世界各地去开箱各种不一样的工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那这里是超认真少年，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不是好人，我还没上车啊！我还没上车啊！然后
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感伤的一天，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这个香蕉猫跟我最后一次出现在荧幕面前。香蕉猫怎么了我的香蕉猫 Hooky 啊？Hooky，你看我的香蕉猫，我香蕉猫脸烂了。没噪声。这个香蕉猫应该跟着我们拍了好多年了。那不能回去缝一缝吗？就 Hooky 啊，现在风大小，所以我决定把它留在印度了。你不是决定把它送给一个观众吗？我帮拿去卖好了，观众要都要丢掉，不如加点赚一点。超认真，原汁原味呢。这里面承载了我好几年的汗水。对啊，帽子跟安全帽一样，时间到了，其实头发会降解啊。会降解，它分解掉了。赶上了。帽子会多。以前要找对，以前高中交女朋友的时候，你知道最好的礼物就是安全帽，因为高中有摩托车的人不多嘛。有那个年代是没有，因为我高二就18岁了，因为我国中念书比较坎坷一点嘛。然后我在高1还高2我就18岁，然后所以那个时候高中有摩托车，全校可能就10几个人吧。但是那个时候就算你到大学，你有摩托车也是一个珍贵的事情，不像你这个贵公子直接开车。所以那个时候你送安全帽给女生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可以跟着我坐在我后座，然后骑。所以那时候女朋友是这样教的。哪一个？